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美联储宣布加息，油价的疯涨，超级通货膨胀的来临，战争的影响，经济萧条，股市崩盘。在这样动荡的大环境之下，对于我们投资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呢？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我将会透过一些实际的对比数据来和你分析股市在不同场景之下的获利表现。同时，我也和你分享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才可以让我们的获利最大化。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通货膨胀对于股市的影响吧。从这个接近100年的通胀和股市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1947年的时候啊，通膨率是 14.4%， 但股市的回报依然是也有一个 5.2% 的。1980年 13.65% 的通膨，股市的回报则是 31.7% 的。在这一个数据当中，我也发现另外一个症状，那就是股市下跌经常会发生在开始要通胀，又或者是通胀正在上升的时刻。所以你可以看到1940年到1942年之间，股市都是下跌的，当时候的通胀正在上升。而来到了1943年的顶端的时候，股市就已经开始获利了。比如这边、还有这几边也是一样。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做出2种解释。第一，股市当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比如说有人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商场里面突然大喊恐怖袭击，灾难要来了，结果我们就真的相信这个恐怖袭击，灾难要来的事件。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谁都会赶紧想要逃出去，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生人踩人的事件，人在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人被踩死，也包括你自己。这也是股市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事件。比如刚开始通膨率提了一点点，大家就会开始担心了。这时候很多股评人、还有经济学家、新闻媒体，甚至是股神 YouTuber 就会开始大喊：超级通膨要来了，大家省点钱用吧！是时候套现股票了，再持有的话就来不及了。接着呢，再发点悲观的消息，大家小心点，不要再乱投资了。进一步呢，就会推动股市的暴跌。这就是股市当中的自我实现预言。那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啊，经济状况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通胀开始涨了一些，商家们都加入了涨价的行列，一起来涨，结果就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胀。第二，股市的超前预设，在股票投资当中啊，股价通常都是反映在对于未来的假设，比如未来有可能要打仗，大家现在就会开始紧张，现在就会抛售股票了，绝对不会等到打仗的时候才来抛售。而当真的打仗的时候啊，股价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因为之前就已经预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战争很像有希望要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又会开始大买大涨了，而最后等到仗打完的时候啊，可能股市又会开始下跌了。所以过去通膨的情况也是一样，在高点的时候，通常股市就已经开始反弹，开始高涨了。而如果你要避免股灾的话，就必须要精准的预判通胀的高点，再预判股市的预判，这是非常困难的。又或者是你也可以留住现金，等到看到曙光啊，股市稳定回涨的时候才来入场。虽然这样做会比较安全一点，但其实是会错失巨大的收益，而且很有可能会买到最高点的。这一点我后面也会提到。那么通胀发生的时候，有什么资产会是上涨的呢？那就是大宗商品、能源、工业材料还有贵金属。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哪一项投资又更加的靠谱呢？那对于我来说啊，首先就是个股票，它不像是指数一样，你可以做点功课，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行情啊，都可以买到一些比较低估的公司。就比如2年前疫情的时候，许多科技股已经开始暴涨了，当时候还是有许多股息股还是处在于一个比较低估的位置，所以我就特别组建了这个股息股的投资组合，也特别拍了一个影片和大家分享。那么2年后来看啊，这个组合刚好就弥补了成长股的不足。比如2020年成长股的获利比较高，但2021就没啥获利，而股息股刚好就涨了一波，2021获利了 24%。同样的，2022年头大家的股票都跌到不敢开软件来看，但这个组合才跌了 2% 而已，而且还可以稳稳赚个 4% 到 5% 的股息。这就是投资个股的好处。那对于投资个股有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加入我的30堂课搞定价值的线上课程来学习看看哦，里面就涵盖了股息股和成长股的投资策略。第二就是贵金属，很多人在看到加息的消息之后啊，马上就会开始投资原油期货，但其实它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剧烈的，分分钟都会亏到爸爸都不认识。而其他的大宗商品、工业材料在市面上有好几十上百种，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样去选。但黄金和白银来说就只有一种而已，而且可以直接去金铺去买。
黄金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很好可以保持我们购买力的资产。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时代、中国朝代、雅典到现代，黄金依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就算你今天买了，价格下跌，你也可以收起来，或者把它当作是珍贵的首饰拿去送人，又或者是留给你的下一代都可以。而当遇到通膨的时候，它还会涨价呢，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如果你也觉得黄金可以保值的话，也别忘了帮我大大力的把点赞的拇指头给按下去哦。第二，加息对于股市造成的影响。那么根据 Evercore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在过往12次的加息历史来看只有一次代表美国股市的标普500是出现 9% 的年复利率的，其余的时刻都是呈正增长的表现。如果平均过去12次的加息情况来看的话，那么股市在加息期间依然也是实现一个平均 9.4% 的增长的。这边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也指出，标普500在加息第一个月里面，过去平均都会下跌个 4%， 不过在6个月以后都会获利个 3% 的收益，12个月后就会是 5%。 也就是说，在短期内股市的确会因为加息的不确定性而出现下滑，但在确定了加息消息、适应了加息的情况之后，出现上升的几率是会非常的高的。而我个人认为，对比过去，目前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的管道变得更加的便捷，也就是说，当大家不确定加息是多少，出现不可预期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害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头，大家在这个通膨笼罩的情况之下，纷纷担忧美联储的加息力度，而害怕导致疯狂的抛售，让股市最终大跌。但就在3月17号美联储公布消息的时候，反而股市却反弹暴涨了。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便捷性让股市变得更加的敏感以外，也变得更为超前。第三，战争对于股市的影响。这个图表就表示了过去80年来的地域政治大事件，其中股市因为局势发生最大的下跌为 19.8%， 珍珠港事件一共花了143天才到底部，但不到1年的时间，股市就收回失地了。如果总和其他的事件，最大的回撤只有 4.6% 而已，平均19天就到底，43天就收回失地了。再看看另外一个图表，如果你期间有持仓又只是投入股市，那么在1个月后，你获利的可能性将会是 50%，3个月后 58%， 6个月 67%， 如果持仓超过1年，你的胜率将会是高达 75% 的，而且还会有一个 8.6% 的回酬率。果然美股真的强，一切都建立在过去100年来美国资本化和科技强健的基础上面。还有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第四，经济萧条对于股市的影响。这张图就显示了过去13次常见的这个经济萧条时期，以及当时候的股市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萧条的时期，股市上升和下跌的概率各占一半。尤其是股市在萧条的时候是上涨的，6次是下跌的。如果平均起来的话，还会有一个 1.7% 的正增长。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萧条过后的1年，你是有 85% 的几率是获利的，甚至3年之后获利的机会将会是 100%。如果是萧条后的5年的话，平均报酬甚至来到了 120%。 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处在于这一个经济萧条当中，投资股市依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当然，也有另一派悲观者则会选择推崇大萧条理论。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股市出现了连续4年的下滑，从 21.45 跌到了 6.89， 一共花了20年的时间，到1950年的时候才回到原本的模样。看起来很恐怖，对吧？但在这之后不到6年的时间，价值就翻了1倍，不到10年翻了2倍。也就是说，如果不幸在最高点套牢，经历大萧条，30年后你的资产依然增长了 200%。如果对比你手头上的现金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了。这还不包括你在期间如果有固定投资的习惯，那么收益就远不仅于如此了。而我个人预测，大萧条时代出现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因为在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到大萧条和目前的状况是有多处的不同的。当时候股市并没有 SEC 的监管机构，导致许多灌水的公司都可以上市，让广大的民众去炒股，导致股市泡沫。而当时候的美元还没有成为国际的霸主地位，让全球其他的国家来吸收他们国内的债务。当时候也不是通货膨胀引起萧条的，可以看到当时候前面几年的通膨率基本上都是通缩的。
可能是因为通缩百物跌价，商家赚不到钱就裁员，所以就很多人失业，忘了给我点赞，进而还不起债，而导致经济崩溃的。而当时候的政府并不会干涉经济，不会印钱去刺激经济的，这也间接让市场进一步恶化。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做一部影片来和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大萧条时候的这个投资情况吧。那么目前美国的经济虽然面对着许多的挑战，大概率会出现这个经济萧条的情况。从根据这一个百发百中用来预测经济萧条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这个图表也显示，它即将会出现倒挂，而出现倒挂之后在未来1到3年里面就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状况。但即使出现萧条，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从刚刚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萧条之下，平均股市依然还是会有一个1%的这个回报的。而如果你退后一步再看看，还是会发现到，其实许多影响世界的科技巨头依然都是美国企业。所以说，投资者应该要做的是在萧条开始的时候，股市大跌的情况之下，好好的把握自己看好的公司，持续坚定的入手许多空降而来的机会，这样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胜率还有回酬。第5，失业率对于股市的影响。虽然说失业率和股市有着绝对的关系，失业率高，股市就会下跌，但你也并不能用这个失业率来预测股市的，因为是股市先跌了，失业率才变高的，是先生鸡才有蛋的。也就是说呢，失业率是落后指标，我们也预测不了什么时候失业率会达到最高点。就比如2008年金融海啸，股市就下滑了接近40%，当时候的失业率是5.8%。而在2009年的时候，失业率飙升到了9.3%。但你知道股市的表现怎么样吗？上涨了23.45%。而2010年失业率更高了一些，9.6%，但股市依然涨个12%的。2020年也是一样，病毒席卷了全球，失业率高达8.1%，股市短短2个星期就下滑了23%。但一整年过去之后，依然还是有一个16%的回报。所以说，千万不要乱看这些数据来做投资，那么很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进入股市，又或者是错失许多大好的机会，反而买到了最高点。就像是第1点所提到的一样，股市永远都是向前看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认是经济萧条、失业率极高，股市应该到底的时候，其实它早就已经狂飞了。前面分析的5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和股市表现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到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预测股市的。因此，投资股市最佳的策略就是一有钱就投入，并且永远投入在股市里面，直到你等钱用的时候才取出来。从这个股市图表也可以看得出嘛，美股一直都是向上涨的，不管短期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基础没有问题，长期它一定是获利的。而股票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收割那些没有耐心人的财富，而替那些有耐心的人来创造财富的。如果你投资美国股市，并且长期持有，就算你买的是当时候的最高点，只要你持有至少20年的时长，那么你是100%会获利的。没有错，这20年就是刚刚提到的大萧条时代，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微小的。而在这个期间，只要你不离场，你就不会亏损。但同时，如果你持续在跌势的时候投入的话，那么未来当它回到高点的时候，将会给你大力的回报。这也是我几年前公开投资组合的时候所秉持的投资理念。如果发现股票估值高了，然后就会少投一点，然后崩盘的时候呢，就会大手买入，因为趋势不可挡，好的一家公司一定会回赢的。就像是2022年初的时候，股市大跌个15%，许多成长股都跌回到了解放前，比如 Zoom、PayPal、拼多多、Palantir 等等70多家知名的公司，都从高点下滑了超过60%。那时候也做了一个影片，和大家分享几只非常值得关注的股票。同时呢，我本身也是操作频繁，又是入金又是加仓，持续入手了许多看好的股票，并且在股票课程群组里面也做了直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消息。当然，在下跌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感到非常的害怕，觉得还会继续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谷底。但这时候如果不加仓，什么时候才加仓呢？难道是高点吗？你可能会问，万一买了之后继续下跌怎么办呢？但你要清楚的知道，就算你买的并不是最低点，但只要在下跌的时候购买，其中亏损的空间就会越低，而获利的空间和几率就会越大。就像是我这一个投资策略一样，那时候腾讯原本就跌得很凶了，结果有一天股价竟然还跌个15%，估值来到了 P/13，这么赚钱的科技股竟然只有13而已了。我看到之后马上就加仓了一些，所以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股市下跌的时候难免情绪不好，大家都会恐惧，不敢入手，或者是酸民变多了。
第二天的时候它又再跌个 5%， 但结果在后面2天马上就反弹，涨了个 23% 了。短短3天里面，这一项投资就获利了 17%。所以说，自律投资，高点买少点，下跌的时候多买点，这就是最好的投资策略。我的账户包括成长股还有股息股，都会在 eToro 上面公开的，大家在上面输入 Better Live 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复制跟单我的投资组合哦。最后，如果你对投资个股也有兴趣的话，想要积极获取比指数更加高的回报，那么30堂课搞定价值投资就会有你想要的答案。总而言之，没有一件事情是100%没有风险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选择亏损有限、获利空间更大的风险。生活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我们最大的风险就是原地踏步，不选择风险，任由手上的资金慢慢的被通货膨胀给吃掉。只要人类继续发展，科技继续进步，政府继续印钱，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持续投入，坚持投资，时间和股市就会给我们带来财富上的增长。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那么关于我本身有在用的这个券商平台的介绍，还有这个操作，大家也可以看看我其他的这个实测影片。就这边也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一集影片的赞助商 IB 盈透证券。IB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线上券商，其中因为有竞争力的佣金率而闻名，可以交易全球市场，功能强大，是专业投资者的首选。那不管你是不是专业的用户，也请在观看影片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点击下方一下这个 IB 的连接查看。那么只是单纯的帮我点击下方的这个赞助连接，将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继续给大家提供更多干货的投资内容。最后，关于经济效率的投资策略，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观赏，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启发更多的人。我们下一集再见。